台北的早晨还没完全醒，我却已经在信义街头寻找今天的第一口温暖，手捧一杯咖啡，当作开始。今天我想给自己一场小型的艺术之旅，从莫内的光走进布尔乔亚的阴影。他的展览就像被按下静音的重播键，沉默里藏着好多故事。走进布尔乔亚的世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伤也有形状。走进印象派的作品里，如果光会说话，那印象派画家大概就是他的翻译机。跟着莫内一路看光怎么跨越了大西洋，再到南港拉拉破超市为晚餐而备菜。今天跟着我一起从画廊走进日常。Hello， 我是 Jessi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起了一个大早，说实话，我昨天真的没有睡好，我现在超级想要来一杯冰美式的。不过呢，我现在人在信义区，大家来到信义区通常会想到什么？吃饭、逛街、看电影就没了，对吧？不过最近信义区有开了一家富邦美术馆，今天我们主要的行程呢，就是要去富邦美术馆来一趟知性之旅，跟着我一起走吧 ，Go Go！今天上午的行程都在信义区，所以我选了一家在国泰大楼里面的咖啡厅。相信大家对台虎精酿一定不陌生。晚上呢，它是年轻人小酌的场所；白天，它在大楼里面竟然还有为商务人士打造的喝咖啡还有吃早午餐的地方。走进里面，映入眼帘的是什么？这是 Porsche。接着，它旁边就是他们开放式的用餐区。我特别选了一个可以正对这个宝蓝色的大漂亮的位置。我点了一杯冰的冷萃咖啡，还有像麦当劳的那种猪肉满福堡当做早餐。这边必须澄清一下，为什么我这颗汉堡特别巨？因为我家人吃素的关系，所以他把他那片肉排丢给我，所以我就变成双层猪肉满福堡了。今天早上的我真的太厌世，整个疲累到我感觉我的灵魂好像都要被这个汉堡吸进去一样。你们有人跟我一样吗？早晨一定要来一杯冰咖啡。如果没有喝到咖啡的话，感觉那天真的就不算完整。好啦，稍微提起一点精神之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前往富邦美术馆啦。走着走着，我们就来到了台北最贵的旋转豪宅豪猪影园。这个豪宅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竣工的。它不仅是建筑外观很特殊之外，你能想到它顶楼竟然还有直升机的停机坪吗？然后它内部它有7台的电梯，这电梯它竟然还可以让超跑啊，还有救护车都开进去耶。前方就是富邦大楼啦，那美术馆就是在它的正旁边。这栋富邦美术馆在去年的时候新开幕，整个主题是以光为主题。几何形体的洁白建筑坐落在信义的 A25 园区，让我们在繁荣的市区里面也可以找到艺术栖身的去所。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是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大型海报。老实说，我们原本就要看印象派莫内的展览，恰逢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展览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想说，那不如就进去看看好了。偷偷先跟你们爆个雷，他的展览多属于阴暗的作品，可是他的票根还有展览墙竟然都是粉红色的耶。关于路易斯·布尔乔亚，早年他的父亲外遇，母亲早逝，造成他童年极大的创伤。因此，他用雕塑、绘画、缝纫的形式，创造出一件件直视灵魂的作品。这只身长8米、身体伏低，好像是要出击的蜘蛛，象征着布尔乔亚对母亲的复杂情感，既有守护，也有压迫的感觉。除此之外，为什么母亲会代表着蜘蛛呢？因为蜘蛛常常在修补的织网，同时也象征着母亲愈想要修补这段家庭的关系。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只蜘蛛的时候，会感受到它的压迫，却同时又有一种温柔的张力。这就是布尔乔亚创作下的母亲，既是守卫者，也是压迫者。画中的布尔乔亚提着行李箱望向远方，但他却背对观者，在渴望新生活的同时，却难以割舍对母亲的依恋。这间好妈妈，她用布料与5根哺乳线象征着她与家庭关系的紧密。她将母亲的形象缝进软雕塑，强烈表达母爱的抚慰与脆弱共存。她的第一展间作品《不要遗弃我》，主题环绕着以母性为题，强烈表达对自己母亲的依恋，同时她也描绘了自己身为一位妻子、母亲的身份。她将这份复杂的情绪，在渴望母爱并结合自己坚强与脆弱的状态下，用艺术创作的形式
加诸在雕塑与画作里面。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展间，布尔乔亚说刚从地狱回来，顺便说一句太精彩了。此居用阴暗血腥的作品，主要展示他与父亲爱恨交错的情感。父亲的毁灭是他的首件作品，他幻想着毁灭父亲，所以他创造出了一个宛如血盆地狱的场景。他将父亲的身体部位放在餐桌上，整个情境都浸在红色的灯光下，萦绕着愤怒、死亡、血腥。他的作品以昏暗、红光的照映下，令人深深感到恐惧、绝望、不安，以及阴郁的感觉。不难看出，他父亲所做的行为对他童年造成的创伤，将他自己深深桎梏在这个牢笼里。他的另外一项著名的代表作，以防火门围出一个牢笼，面对着镜子坐下来，也像是投射着他童年被关起来、被惩罚着的样子。上方还有生之剑以及红色玻璃球的元素，这些都是借由他童年的记忆投射出来的伤痛元素。最后一个展间，我们来到天空的修复，是属于布尔乔亚的修复之旅。在这边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平静、获得重生以及希望。这件蜘蛛作品是布尔乔亚唯一一件与牢笼结合的雕塑。如果仔细一看，这只蜘蛛它是怀有身孕的，它横跨在织网上面，保护着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在这一场疗愈之旅的最后，我们可以把自身的裂缝藏起来，也可以抬头仰望天空。接着我们就来到印象派的展览。老实说，我也是完全冲着莫内的这幅睡莲而来。真姬来台，怎么可以不一睹芳泽呢？接着我们就一起看印象派是如何从巴黎扩展到欧洲，延续到美国的发展吧。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莫内生平的作者墙。莫内下半生的40年是住在巴黎的一个郊区小镇，叫做吉维尼大屋。他在那边竟然有做自己的睡莲池，也是因为住在那里，让他得到源源不绝的灵感，让他在晚年画出了非常多著名的大作，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桥。之后睡莲就成为他调色盘中唯一的风景。这就是那幅大名鼎鼎的莫内睡莲真迹。我们可以看到它层层堆叠的笔触，在光与影的变化下，既温柔又明亮的堆叠在一起。印象派主要就是在追求风景在光的下面所做的变化。他们从室内走到户外，用明亮还有松散的笔触勾勒出他们当下见到的那一瞬间。而莫内的印象派画风也影响到了美国，有美国莫内之称的哈萨姆，他在法式庭园中采花这一幅画当中，色彩缤纷，清新脱俗，结合了印象派的光影还有美国本土的精神。除了上一幅作品，第二幅人物风景画，我最喜欢的就属于这一幅了。突然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总是都有一种阴阴郁郁的那种气氛，而朱利安·杜培的画作更是曾让大师梵谷都为之赞叹呢。这边把蔚蓝海岸这幅画当作此展的最后一个总结的原因，是因为比起前面的风景画，我更喜欢这种明亮色彩感的印象派画风。你不觉得整幅画让人家充满着对生命的期待、雀跃的心情吗？我们在印象派的光影里面找到美的力量，在布尔乔亚的形体中找到情感的重量。他们的相同之处就是艺术就是感受和理解。接着我就走进他们的纪念品店，我对这种艺术品的联名东西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最后在店员的洗脑下，还是带回了2个保温杯。而到了1楼的大厅，没想到这边还有一个纪念品店，里面的礼品就比较属于现代化艺术。我们刚结束我们在富邦美术馆的行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拉拉破逛一逛，给你们看一下它这边的装置艺术，还有陶铸影园。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南港的拉拉破，然后这边呢总共有
有这种层楼或含地下室的话，你现在在1楼，那这边1到4楼都是像是餐厅啊，然后游戏室等等的。另外的部分就是美食街，然后有一些民客餐厅。那最后6楼就是微商影城，因为我们刚走真的太累，所以我们决定要去宾馆先去吃个小东西，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逛街。我们一下手扶梯之后，就看到这间面包店，因为这家面包店长楼大排长龙的，刚好看到它这个地瓜面包有在试吃，所以我们就买了。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抹茶多拿兹，因为它名字太难念了，所以我决定放弃。我们打算走去美食广场那边享用我们的面包，在走的路上竟然看到新建成饼店，也太酷了吧！这间民生宇治抹茶店，你们一定要给我狠狠的记一下。你看它的卖相，我还没试吃之前就先告诉你们，超好吃。来，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红豆跟白玉，让我们来试试看看口味如何。它的抹茶真的超级香醇的，超好吃，真的会让人家一口一口停不下来耶。接着我们来试试一下刚刚我拿的抹茶多拿兹，先来看一下它的内馅。是时候见真章啦！看它的面包体，多有韧性啊！希望吃起来也跟看起来一样美味。我真的很无言，这里的抹茶怎么都这么好吃啊？该不会他们都是用同一家的抹茶吧？不过这个多拿兹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可以买来吃哟。我手上甜甜的糖粉，此刻我的心情真的比糖粉还要甜。我突然想到一个神级吃法。就是抹茶冰淇淋套在我的抹茶多拿兹上面，一定爽到爆！休息够之后，我们就准备前往旁边的日本超市啦。经过本人亲测，上次我来拉拉破的时候有买这个砂糖橘，这个橘子虽然小小的，不过真的超甜超好吃，而且重点它里面竟然没有籽耶。然后我上次也是被这个葡萄给吸引，这葡萄小小颗的。不知道好不好吃，有试过的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接着这边也卖了很多日式的定食当做外带餐盒，老实说，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好像没有很好吃耶。不过它种类倒是蛮多的，不过我觉得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优惠。里面竟然还有一些烤鱼，还有一些沙西米。我每次都会被他们这个海鲜珠宝盒给吸引，整个看起来也太浮夸了吧！这边还有一些好像是手动的帝王蟹，价格实不实惠，这个我没有经验。不过我倒是知道前方有一大堆的日本牛等着我去买它。然后这边的火山肉盘也蛮吸引我注意的。我们先看到的是 A5 和牛，然后旁边的是 A4 和牛。最后我选择了 A4 和牛这个比较瘦的部分带回家，准备煮晚餐。来到零食区之后，这边的零食跟泡面真的也是挺贵的，我是不建议在这边买啦。我们准备煮一个味噌牛肉汤，所以选了一个味噌，还有一些蒟蒻，看起来挺养生的。买完结账，我们就准备去逛街啦。我们刚刚已经从超市买完了一袋，就是晚餐，然后回家可以做一些烹调。然后我们到2、3楼开始来逛逛街。那这边主要的店都是一些日系品牌的衣服，当然也有掺杂一些韩国品牌啦，但大部分都是日系品牌为主。我现在进来了一家日系选物店，有家居的一些小物，还有电器。这个擦湿发的毛巾好可爱。这边看到一个咬着木鱼的卡比巴拉，就忍不住想要玩一下，敲一敲它，把我的烦恼也敲掉。我总是被这种不知名的娃娃给吸引住，也太可爱了吧！刚在拉拉破逛完之后，其实日本品牌真的对我来说还好，所以就没有逛太久了。我们现在就是回家途中，现在大概下午4点半，所以太阳大到完全都睁不开眼睛了。我现在回到家了，然后我刚刚开了我在画展买的一个纪念品。那这个纪念品呢是梵高画的，那这个是绿漾玫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经典代表作，就是紫色的鸢尾花的部分，我觉得很漂亮哎。因为你看它的这个保温杯，它其实是有烫银的，然后另外一个玫瑰花的也是一样，就是如果经过清洗的话，它其实是不会掉的。然后就是把它打算拿来装咖啡喝。然后我们现在稍作休息之后，等一下就要整顿一下，去把我们刚刚在超市买的那些牛肉啊、味噌啊，煮成一个牛肉味噌锅。然后我要加蒟蒻，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哇，这就是我今天文艺的一天。有时候偶尔让艺术重叠一下日常，其实也挺不错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哟。